我们要介绍的是松果腺。松果腺这一个腺体位于大脑的正中央。事实上，这个松果腺在1958年的时候已经被发现了这个结构。松果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构造，本身它随着年纪会产生钙化，所以在以前的教科书中认为松果腺可能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结构。事实上，松果腺也与自主神经系统有一个相连。那这里显示了松果腺的细胞的组织切片，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松果腺包含了3个不同的构造。第一个是 pineal cell， 也就是松果腺细胞。第二个是 glia cell， 是一个支持细胞。那最后一个叫做 brain cell， 又称为脑沙。脑沙本身是在松果腺里面一些结晶物，这些结晶物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所谓的褪黑激素的结晶。所以松果腺的重要功能其实只有一个，也就是分泌所谓的褪黑激素。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大脑约日节奏的调节器。在褪黑激素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自然界的一个生物化合物，从细菌、植物到动物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化合物。褪黑激素在生物体里面扮演了所谓的 autocrine、paracrine 跟 endocrine 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个激素从自我影响周边的细胞到影响远端的细胞都有重要的角色。褪黑激素是 tryptophan， 也就是色氨酸氨基酸家族的衍生物，经由一连串的作用之后，它经由色氨酸、多巴胺，最后会出现这个褪黑激素的产物。在一般的生物体里面，褪黑激素被发现有多种的功能，包含它可以是一个夜间性讯号，也就是所谓的 dark signal， 它也有所谓的神经保护跟神经稳定的效果。那事实上，褪黑激素也是一个已知的所谓的自由基的保护物，它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以及免疫调节作用。在一般生物体里面，我们褪黑激素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所谓稳定约日节律。褪黑激素除了在大脑中作用以外，也有所谓周边的受器系统。当周边的受器系统接受到褪黑激素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血管扩张，因而使得体温下降。所以褪黑激素在分泌的时候，核心体温会下降。那在褪黑激素在睡醒周期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很特别。当一个动物使用褪黑激素或者是褪黑激素分泌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整体睡眠时间会上升，它的睡眠效率会改善，它的睡眠潜伏期会缩短。但是目前褪黑激素是不是会影响所谓的睡眠结构还不得而知。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褪黑激素的分泌大约是在晚上2点到4点的时候达到高峰，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看得到褪黑激素造成的核心体温会下降到最低，这也就是我们生物体尤其是人类最常见的所谓约日节律的低点。在调时器方面，在日常生活许多的环境因子都可以担任一个调时器。所谓的调时器是指生物体在自己的自走节律以及外界的这个时间因子需要有一个一致性的表现，所以生物体需要接受外面的讯号来调整自身的时间。那在常见的所谓的对时机转里面，最重要的有几个，例如像食物或者是一些社交线索，像我们看到的时钟，或者一些活动甚至运动、荷尔蒙还有一些药物，都有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时间产生一个调节性对时的作用。那在生物体里面最重要的调节器其实是来自于光线。经过演化之后，
地球的生物对于光线其实相当的敏感，这也是已知最强的时间调节因子。在研究中发现，只要照光大约2000到2500流明2个小时，就可以完全抑制夜间的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使用光线也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睡眠时相的调整。那在接受光线的时候，事实上它并不是经由传统的路径。当生物体接受到光线的时候，它会经由自己独特的路径，将这个讯息传递到所谓的褪黑激素。所以这个路径跟一般我们在看东西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部分可能有视力问题的人，他仍然可以保有正常的这个光线调时的机制。那在光线里面，事实上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它对于我们人类会造成一个时相偏移的效果。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光照是出现在早晨的时候，他下一次的时相会提前，我们叫做时相提前。而当一个光照出现在傍晚的时候，它就会使得下一次的睡眠时相往后移动。所以光照的时间可以影响到所谓睡眠时相的移动。那做一个总结，在人类的约日周期结构里面，最重要的 pacemaker 来自于所谓的上视交叉神经核，而已知的人类自走节律大概落在25个小时左右，也就是人类的自走节律一般而言比外界的自然时间24小时要来得长一些。最重要的所谓的校时因子则是来自于光线，光线需要从视网膜输入，而影响到整个约日节奏的表现。最后一个影响约日节奏最重要的荷尔蒙则是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是由松果腺体分泌，它也是一个我们已知生物体最重要的夜间讯号。在这个图里面表现的是最重要的2个影响睡眠驱力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被称为 S 因子，也就是所谓的睡眠驱力因子。第二个因子被称为所谓的 C 因子，也就是所谓的约日节日因子。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天中如何决定一个人的目前的嗜睡程度，也就是睡眠驱力的程度呢？第一个 S 因子是一个所谓的回馈因子。当一个个体一直处在未睡眠的情况下，大脑里面 adenosine 会急剧的上升，所以随着不睡眠的时间越久，一个个体就会表现出越来越嗜睡的情况。一旦这个个体进入睡眠的状况， adenosine 被移除之后，它就可以很快的减少睡眠的驱力。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恢复清醒的状态。所以睡眠因子 Sleep Drive 是一个所谓的回馈因子，而所谓的 C 因子约日节日因子就不太一样了。约日节日因子是一个前馈系统，它在一天中的特别的时段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那一般正常的人类所谓的约日节律通常的低点在于晚上的2点到4点间。在这一段时间，个体因为褪黑激素的影响，会有强烈的睡眠欲望及冲动。可是当离开了这一个时候了，个体就会比较能够维持清醒。在这2个系统的交互作用之下，就可以决定一个个体目前嗜睡的程度。那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例如像熬夜的时候，我们随着不睡的时间越久，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想睡。但是例如像整个晚上不睡，大家可能会发现到过了2点到4点之后，我们又会开始觉得不是那么的想睡。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在睡眠因子累积的时候，明明已经很久没睡，但是这个个体却慢慢的不想睡。原因是经过了晚上4点，
它的约日节奏又逐渐回复到高峰。所以这两个因子事实上是决定一个个体想睡的很重要的模型。